欢迎收看《洪流洞见》，在世界洪流中一起洞见未来。我是洪淑芬，在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王峰老师。淑芬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好，老师，这个礼拜大家非常关注的就是俄罗斯侵入乌克兰的事件。好，我们看到呢，现在的局势相当的紧张。那俄罗斯总统普京呢，已经下令了军队进入到乌克兰东部2个亲俄的地区。这2个地区呢，而且让他们独立了，一个是卢甘斯克，一个是顿内茨克。好，这2个地方呢是距离俄罗斯相当接近，也就是在整个乌克兰的东部。那很多的美国跟欧盟在第一时间就做了第一轮的制裁，很多的媒体、很多的节目都在探讨这个部分。但是今天王峰老师要用更加细腻、更加不同的角度的方式来看这场的事件。老师，我们要从这个入侵这2个字、侵略这2个字来看起，因为呢，大家都说美国指控了俄罗斯侵略到了乌克兰。但是对于侵略这2个字，它的定义到底是什么？我们如果说从美国的历史来看的话，其实侵略这2个字其实有特别其他的意义。我这一次乌克兰事件我看到一些制裁的国家名单，对，我觉得让我暗中啼笑皆非，因为这些喊着制裁的国家，甚至于包括台湾地区那台湾地区，就以台湾地区来说的话，蔡英文、苏贞昌，你们是不是汉人啊？那蔡英文他还有原住民的血统，那过去汉人进入台湾移民的时候，你们算不算侵略原住民的地方啊？你们有没有屠杀过原住民啊？这个在历史上其实如果有的话，什么叫侵略？什么叫制裁？你们要不要先制裁一下自己嘞？那西方的那些老牌殖民主义国家，都是这一次制裁名单上面的啊。欧洲的一些国家，英国、德国在非洲没有屠杀过吗？德国在中东地区，在二战的时候，希特勒对犹太人是怎么对付的？那德国人有没有制裁一下自己啊？那英国更不要说了，英国曾经在全球1半以上的地方殖民统治，或者是侵略，或者是属地，甚至于一直到现在，法国在亚洲都还有属地啊。那这些老牌殖民主义国家，你们这些虚伪的假道学、虚伪的伪君子，这些伪君子，你们要不要自我制裁一下？你们如果真的要用严格的标准检验俄罗斯，坦白说，俄罗斯他自己也不是干净的，在第2时代侵略了我们多少中国的土地啊？乌苏里江以东、黑龙江以北，都是我们中国的土地啊。在西伯利亚的东部，贝加尔湖那一带都是我们中国的土地啊，那俄罗斯也不干净啊。说来说去，比较干净还是我们中国比较干净啊。至少我们不会去屠杀人家啊。那美国呢？我觉得更应该自我制裁一下。大家看一下，摄影大哥，请拉近一点哈。我们看一下美国的领土扩张。美国说要制裁别人，美国说俄罗斯是侵略。那我请问一下，美国最初的领土，其实美国没有领土啊。在1492年，哥伦布所谓发现新大陆之前，我们来看看，这个美洲地区。全部都是原住民的住的地方啊，原住民住的地方包括北美洲，包括加拿大，现在的加拿大，现在的美国，现在的墨西哥，现在的中南美洲，巴西、秘鲁、哥伦比亚这些地方都是原住民，美洲的原住民。
就是我们现在通称的印第安人。其实美洲原住民的族群非常多了，文明也非常多了。比较有名的玛雅文明，大家都听过吧？阿兹提克文明，大家都听过吧？尤其是阿兹提克文明，一直到公元16世纪都还存在。可是后来全部被西班牙啦、葡萄牙啦、这个英国啦，后来美国自己啊，把他们驱赶、屠杀、侵略殆尽。那请教一下，你们这些西方，包括美国、英国、荷兰、葡萄牙、西班牙、德国、法国，你们这些老牌殖民主义国家，你们好意思制裁人家啊？其实这些都是算是侵略者啊。他们自己是典型的如假包换的侵略者、屠杀者，双手沾满了世界人民的鲜血。这些国家敢夸夸其谈说我们是世界警察 （Global Sheriff）。美国最不要脸了，什么 Global Sheriff？Sheriff 就是警长。美国沾满了美洲原住民人民的鲜血，各位知道吗？我这张地图本来在美洲大地上，包括北美洲、南美洲、中南美洲，在美洲的广袤的原野上，有1亿，将近有1亿的1个亿的美洲的原住民啊，这1个亿的人口是什么时候的人口？是15世纪左右。所以本来在那个时候就有1亿多的原住民在。那现在剩下多少？各位你知道吗？现在美洲大地上，北美洲、中南美洲、南美洲，只剩下原住民剩下400万。怎么会从1亿到400万差的这么多？那换句话，都是你们白种人杀害的啊，屠杀的啊。你们现在装起了假道学，道貌岸然，说俄罗斯侵略，说俄罗斯掠夺。那请问，你们屠杀的美洲的原住民，屠杀了几千万？你们扪心自问，你们这一群屠夫，你们好意思吗？所以美国的领土到底是怎么来的？哈，我们在看到历史上，1776年7月4号，也就是说，美国有13州，在费城签了独立宣言之后，他们的州数呢，本来从13州，现在变成到了50州。老师，我跟我们讲一下，它其实前后扩张了7次，美国的这些领土究竟是怎么来的？它尤其有一些是买的，有一些是来骗来的吗？淑芬，你讲的重点啊，大家看看这个地图。大家看到这个图的右边，这个是什么时候的一个地图啊？这个就是美国历次的领土扩张图。大家看一下这个右边的地方，是美国最早的，就是英国手上拿来的那个13州。美国因为透过独立战争，所以它独立了。最早的时候是这绿色的这一块13个州，各位知道这个13个州土地面积80万平方公里。可是现在美国有多大？各位知道吗？983.4万平方公里，983.4万平方公里。那换言之呢，美国最早的时候独立之初，从英国人其实也是掠夺啊。本来这个土地都是美洲原住民的啊，这个80万的领土，13州的领土是英国从印第安人那边掠夺过来的。然后呢，美国因为透过独立战争，有法国在后面帮忙他，所以他独立了。这80万他又掠夺过来了，所以黑吃黑啊。然后看看你这个绿色的这个部分，绿色的这个部分慢慢的扩大。美国历经8次的领土，应该说好多次了，但是总而言之，大的大概8次掠夺，8次的掠夺。我也不能讲全部是掠夺，有的是买的啊。刚刚淑芬讲了一个重点，就是说美国其实就是偷买拐骗领土，再不然就是强买强卖。比如说他
透过跟法国买这个一些领土，跟英国抢一些领土，然后跟西班牙打仗，抢来一些领土，又跟墨西哥打仗，抢来一些领土，所以他扩充了8次的领土，包括阿拉斯加。阿拉斯加等于是跟第二骗来的就是半骗半买。连哄带骗来的，那个时候好像就几百万。对，就是克里米亚战争之后，结果呢，俄罗斯就只好就把这一块土地就卖给他，是500万，就是卖给他了。是500万，多便宜啊！500万，各位大家凑一凑，我们也去买对不对？还有不止，像佛罗伦斯是跟西班牙买来的，是，所以那时候也是花了，在就18、19年的时候，这个跟西班牙的这个殖民地。右下角这个地方，佛罗伦斯买来的，所以他其实买了很多土地啊，就是趁人家在战乱的时候，趁人家有内乱的时候，或者国力比较弱的时候，像西班牙在那个时候可能国力比较弱的时候，他就买的这个土地，把人家原本的殖民地买过来了。其实他还透过美西战争，就是美国跟西班牙的战争，跟墨西哥的战争，美墨战争，所以他的土地抢来的就是透过战争的手段，买来的也是连哄带骗然后就是骗来的，所以他980几万平方公里，哪一寸土地，老美现在的拜登先生、布林肯先生可以拍胸脯向全世界说，我这个世界警察没有前科，干干净净，手也是干净的，没有鲜血，他们敢吗？他们不敢。他们假道学，他们心虚的要死，对，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认为，不管是俄罗斯或者是乌克兰，虽然俄罗斯在某些做法上，如果从所谓的西方文明的标准去检验它的话，你会觉得你看他派军队他动用武力可是不要忘了，过去有5次北约的东扩，这个北约的东扩也造成它很大的北约东扩那一张不见了。好，北约东扩透过5次的东扩，造成就是前苏联它的领土大幅度的缩水。这个从俄罗斯、从斯拉夫人的角度来看的话，他们被压迫，他们被压缩了，地缘政治上面被压缩了，他们觉得自己受不了，所以普京呢才会透过这样的一个手段，来企图结束北约对他的地缘政治的压缩。但是我们看到美国还有脸去讲俄罗斯因为呢，美国自己本身呢，老师刚刚讲到说，本来在印加帝国、北美跟中美洲看到它的人口，当地的这个原住民大概有上亿人口，但是呢，因为被白种人屠杀，这个人数是相当的多，所以到现在老师也讲到说，其实人数原住民的人数变得非常的少，但是非常讽刺的是，在每一年的11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四，对北美国家来说，他们还办了一个感恩节，所以这听起来就是非常的讽刺。其实美洲的印第安人的历史是一页血泪史在美国所谓拓荒的过程当中，他们美其名为拓荒。我们经常以前叫我这个年纪的我们年轻的时候最常常看到就是美国的西部电影，就是大篷车，然后呢一个牛仔，然后后面携家带眷，自己金发美女的太太，然后呢小孩子也是金发的儿童婴儿，然后很可爱，一家和乐，然后充满了这个冒险的精神。可是在这个背后，充满了血腥屠杀。刚开始的时候，据说就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时候，当地的原住民其实对外来的这些异邦人其实是很友善的。他们有的搞不清楚，自以为说，这是不是天上的神因为
金头发，然后高鼻子、蓝眼珠，跟他们长得都不一样。其实也有一种说法说啊，北美洲的原住民，尤其是印第安人，跟我们中国人、跟我们亚洲人啊，在血统上是非常相近的。他们据说是在新石器时代有很多说法，当然各种的说法不一而足。但是我看到一些材料，就是说他们在旧石器时代，或者是比旧石器时代稍晚的时候，他们是走过那个冰桥这个白令海峡附近的冰桥，因为那个时候啊，在冰河时代世界是比较冷的，不像现在北极跟南极都融冰了。以前在冰河时代，对，它是这样可以走过去的，而且当时的环境可能比如说我随便说说因为这个东西要经过详细的考究因为中国在强大的过程当中，比如说讨伐匈奴，那匈奴呢就往别的地方跑，那匈奴呢就可能就去驱赶旁边的一些异民族这些异民族也是黄种人，那他们没办法，他们的生存空间就受到压缩之后呢，他们就往别的地方移植，那所以印第安人他们的血统跟我们亚洲人、中国人是很像的。曾经有人做过一个等于就是一个田野调查一个非常初步的田野调查，就是说发现印第安人有些生活习惯，有些细节跟我们中国人很像，而且他们其实脸孔看起来跟蒙古那边的人好像也很像。对，而且他们的如果从语言学他们讲话的一些语根，还有讲话的一些单字发音，其实跟亚洲有若干相似之处，所以很多人就认为说，当然这个要经过大规模的科学验证我在这边讲只是一个看过一些大家的一个说法那我认为呢，不管怎么说，不管他跟我们有没有血缘关系，我觉得孙中山先生讲过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的值得大家关注。孙中山先生讲过，当我们中国以后强大的时候中国强盛的时候，我们要肩负起世界一个责任，就是济弱扶倾，要扶助弱小的民族。那所以我为什么会讲印第安人呢？我并不是说仇恨美国我也不是仇恨西方我是纯粹从人道的关怀。大家想想看，一个将近1亿人的民族，只不过经过400-500年消灭殆尽，有说法是8000万，有说法是1亿。那不管是8000万还是1亿，你想想看，就算8000万好，8000万的美洲原住民的民族只剩下400万，那他们是发生了什么事？当然就是种族灭绝、种族屠杀嘛。前些时候，大概几个月以前吧，加拿大还有一个寄宿学校寄宿就是寄宿住在那边的那个寄宿学校，它的地底下发现了很多的骨骸。这个骨骸是什么骨骸呢？印第安人，就是以前的这个寄宿学校是印第安，就是专门收容印第安的孩童，然后加以大规模的杀害。你想想看，你以为各位有很多的海外的朋友，你们可能移民到加拿大，你们可能移民到美国，你们以为白种人真的那么文明有礼，然后呢，真的那么和善吗？我去了2次加拿大，我其实觉得加拿大虚伪，100%的虚伪。这些西方国家，尤其是央克鲁萨克逊民族，我跟央克鲁萨克逊民族没有仇但是呢，我觉得他们就是虚伪，就是假道学，假装成一副好像 gentleman 的样子，可是事实上男盗女娼，一肚子鬼，一肚子恶水，一肚子恶水。那从印第安原住民族这样的一个案例，原来美国13州的殖民地，他们在往西
开拓的时候，就是我刚刚讲，我年轻的时候看过那个西部约翰维恩是吧？约翰我忘了看，我都对这个老的电影我不见得记得很清楚啊。以前的那些老牌的好莱坞的明星都很喜欢演那个西部的牛仔啊，然后都是一些非常侠义啊，就是好像是非常的仗义啊，非常的有道德。可是事实上，他们就是一些杀害。实际上，他们就是杀害原住民、杀害印第安人的凶手、屠夫。美国是不是应该要为他们伸冤？应该先讲的是巨额的赔偿这个部分。你看有这么多人是被屠杀的话，他们怎么会赔偿呢？他们赔偿不完啊！那他们还想要当世界警察，有资格吗？事实上，各位知道，二战以后，美国掌握了全球所有的资源。美国最强盛的时候，美国最盛的时候，在全球大概有将近5000个军事基地，最近大概不到1000个，大概700-800个军事基地。那美国如果有脸说别人是侵略的话，请问你那个800个军事基地，包括古巴的那个关达纳摩，那个有专门虐待人的那个监狱，古巴跟美国的关系那么不好，你为什么会有古巴的地方给你当监狱呢？那前些时候我还看到，今天早上我还看旧的新闻，2017年4-5年前，美国在琉球强奸民女。其实美军在日本强奸日本的女人，从二战结束之后，美军占领日本以后，到现在为止可以说是层出不穷。可是日本，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自虐又虐待狂。日本这个民族非常奇怪哦。你看日本的一些电影一些不好的电影它充分的展现自虐还有虐待，对自己自虐，比如切腹就是典型的自虐，去屠杀南京大屠杀就是虐待，就是一种残暴。所以台湾民众有很多，我知道对日本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情结，哈日那一种对日本的怀念、缅怀、依恋的情节无以复加。可是我要告诉各位，日本统治台湾51年，屠杀台湾人民40万。这个屠杀日本屠杀台湾人民40万，不是我们在这边瞎说。日本的典章制度，包括殖民时代的官方的记录，都记载的明明白白，屠杀台湾人民。各位可能会觉得说，哎呀，那个什么莫那鲁道都是原住民嘛，没有屠杀我们汉人。你错。乙未战争，这个乙未年，甲午之后乙未年，他登陆台湾，大规模的屠杀汉人。所以各位你台湾地区的老百姓90%以上是汉人，你不要以为说，哎呀，那跟我无关，那屠杀原住民，他杀那个很多的汉人，这个等于就是用一种非常卑微的这种瞧不起的说法以前就是说还呐，这是一种非常不好的称呼，不礼貌的称呼。可见应该说所有的人都有一种种族偏见，包括汉人也有种族偏见。所以有时候我们人在清夜就是在半夜的时候，我们都要扪心自问，我们人是一种理性动物，人跟猫跟狗不一样，猫跟狗它是没有理性的，我们人是有理性的。换句话说，我们人兼有兽性跟理性，兼有人性跟兽性。我们人性要驾驭兽性。我们半夜3更，我们躺在床上，我们要想，我们今天白天做了什么坏事。那日本这个民族他就要想，你对于美国大兵去强奸你的女人，你无所谓。那你对于
统治台湾51年间屠杀40万台湾人民，你也无所谓。这一个民族，它可不可以称为一个文明的民族呢？我认为，大和民族、小和民族是没有资格称为一个理性民族的。一个民族要是一个理性的话，他要诚实的、勇敢的面对自己的过去，同时要对自己的过去忏悔，错误的过去要忏悔。台湾的人民被屠杀了40万，那为什么现在有很多人哈日？我也说老实话，我对日本的产品，有些的产品啊，比如随便我说我这支钢笔是德国的，但是我们对某些东西我们要想清楚。比如说日本的拉面还蛮好吃的，日本的料理还蛮好吃的，但是我们要区别开来。我们要看待日本的时候，我们要用理性的判断说日本的某些做法是错误的。我们不能对所有的事情带着感性的同时，也要带着理性，就是感性跟理性要保持平衡。我们对待日本不能用哈日，但是也不能说像义和团一样要杀到东京没一个人，也不是这样子。日本人也有和善的人，但是我们要讲的就是日本要对过去在大陆二战的时候在战争时期造成中国人民3500万人以上的伤亡，造成2100万的死亡啊，台湾40万人死亡啊，所以2100万再加上台湾的40万，相当于一个台湾的人口，在抗战在二战的时间消失了，被日本屠杀了，消灭了。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那台湾怎么去面对日本？台湾应该非常理性的面对日本，说：你福岛的核实，你要进来可以，科学检验。什么科学检验？不是检验食物，我要去福岛检验还有没有残余的辐射线物质。我跟你保证10000%有。那对不起。不光是福岛，只要是有辐射线的地方的食物，全部禁止进口。如果准许进口的那一个执政者，他就是坦白说，就是汉奸，他就是出卖台湾人民那刚刚淑芬你要讲，对，老师刚刚提到说，日本这个民族性，它本身就是不是一个很理性的一个民族。我们刚刚虽然说它有一些产品啊，它可能经济啊，可能是做得很不错，可是呢，我们谈到说它的民族性，因为呢，我们讲到屠杀这件事情，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到美国的部分，美国的扩张本身它就是一个民主、自由、人权的扩张吗？因为他们所自认为最骄傲的地方。好，我们讲到说。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有提到美国的扩张史，就从1620年五月花抵达了美洲之后，其实100年之内有2个物种就濒临灭绝了，一个呢是美国野牛，另外一个就是印第安人。所以呢，我们刚刚提到说，到底谁才是侵略者？其实从世界上来看，每一次的战争的时候，都会发生这样子的侵略的情况。那我们现在看到俄罗斯入侵到了乌克兰。那所谓的入侵，所谓的侵略，其实看到美国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侵略者，日本他也曾经就是一个侵略者，所以呢，怎么去讲说，俄罗斯他现在入侵乌克兰部分？我觉得一个非常简单的标准，因为俄罗斯他所派军队进入的地区是斯拉夫人。是俄罗斯的人占绝大多数的地方，那说不定这2个地方的人是当时胡浆以迎王师啊，就是煮好了好的东西，然后用欢欣鼓舞的心情去欢迎俄罗斯的军队进来。这个现象
我认为是存在的，而且呢是100%是有的，啊，因为我们看到一些短视频，看到俄罗斯的军队进入顿内斯克这2个地区的时候，卢甘斯克这2个地区的时候，后来这2个地区独立成国家，对，进入这2个独立国家的时候，当地的老百姓有放烟花、放烟火，然后呢手舞足蹈，这证明什么？他们是箪食湖江以迎王师啊，就是欢迎俄罗斯的军队进来。当然，当地一定也有民众是反对的，那些反对的人没有跳出来而已。但是美国，你要检验的是什么？俄罗斯他有没有杀人呢？他有没有随便的杀老百姓啊？如果是面对军队，军队跟军队之间的武装冲突，死伤在所难免。可是一个标准，他有没有屠杀人民？二战的时候，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苏联的红军立刻进入中国东北地区。我看到的一些官方的记载，红军进入东北地区，曾经有强奸民女、奸淫掳掠的情况，这是有的。那所以，俄罗斯、前苏联，它也是有罪恶的。我刚刚也讲，在我们满清的时候，我们中国在北方，贝加尔湖那一带啊，乌苏里江以东啊，黑龙江以北啊，还有甚至于因为我手边没有地图啊，不能讲得很清楚，就是现在的西伯利亚东半部啊，因为西伯利亚一直到乌拉山，就是一直到乌拉山地区，这个广大的这个地区，西伯利亚这个地区，在远东地区啊，甚至于库页岛那一带大家如果有个地图概念的话，库页岛就是日本的北海道更北的地方，库页岛，这都是中国的领土啊，都是满清的领土啊。老师一讲到这个时候，我就刚突然想到，就说回到刚刚我们讲到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但是呢，如果我们从血缘上来看的话，到底是谁发现了新大陆？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说，其实在印第安人他们的某一些血统，其实跟汉人其实的血统是有一点点相近的，跟蒙古那边的血统是有点相近的，所以这样看起来，到底是谁发现了新大陆呢？你讲这个发现新大陆啊，我就想起最近一个笑话啊。最近台湾一家出版社台湾最近有一家出版社是好像是写美食的啊，我忘了。辣椒讲辣椒的，对。那这本书呢，因为里面有很多本来都写大陆，可是台湾当局呢，台湾执政者认为说，怎么可以写大陆？写大陆就表示说我们跟他是同一国的，不能同一国就全部把它改成中国。结果人家明明写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结果你大陆它的关键字，因为电脑嘛，就是把大陆全部改成中国，结果变成哥伦布发现新中国。我觉得也蛮不错了，哥伦布发现新中国，就是说发现新中国的强大。哥伦布终于发现新中国比西方要来的强大，比美国要来的强大，美国衰败了。那我觉得这样好棒棒。可是呢，这家出版社呢，发现这不太对劲吧？这个自己也很惭愧就立刻就又修改。但是我觉得何必呢？台湾搞去中国化，搞成这副德性，我认为是狼狈、可怜、可悲。连一些文化工作者都要卑微到说，哎呦，这个会不会犯台湾的这个台独的忌讳啊？然后要谨小慎微。当一个民族的文人谨小慎微的时候，当台湾地区的文人谨小慎微，像我这样的一个小文人，当我这样的小文人谨小慎微的时候，它代表什么？这是一个乱世。我刚刚节目开始的时候都跟淑芬在讲，淑芬问我好不好，我说，我是苟活性命于乱世啊。我们这些小文人必须谨小慎微嘛，必须很低调嘛，否则的话，再给你扣个帽子啊，给你贴个标签啊。但是我其实已经非常旗帜鲜明，我也不怕，因为我觉得一个人的观念、一个人的思维、一个人脑子里面
一个人的头脑是不能给你加上一副枷锁的。一个人的手，一个人的脚，它是可以手铐脚镣，但是除非你消灭一个人，让一个人肉体消亡，否则的话，你是没有办法钳制我的脑袋的。啊，对不起，我又跳痛，因为淑芬问我的问题，我经常跳痛啊，我的头脑是经常跳痛。没有，老师很有创意的。对，我的一个想法就是说啊，美国或者是西方，包括德国啦、北约这些国家，这些头面人物，什么马克宏的这个肖兹，这些了不起，穿着西装跟我一样，穿着西装打领带，然后呢，喷着古龙水，身上香喷喷的这些人，道貌岸然，骨子里是不是男盗女娼呢？骨子里是不是男盗女娼一肚子坏水呢？你们包括加拿大的那个杜鲁多，他的爸爸以前也是加拿大的总理。你们这些人要不要脸啊？你们在残杀印第安人的时候，你们在全世界掠夺的时候，在全世界横征暴敛的时候，在屠杀的时候，小日本，你在中国的领土上，他们的教科书写进出中国啊，好伟大的汉字啊！进出中国，你们用中国的汉字，然后来给你们戴上一个假面具进出中国，你们就是侵略中国，100%的侵略中国，屠杀中国。我们中国人绝对不会忘记日本这一幕一幕的历史，我们不会忘记。日本从明朝甚至于更早的时候，倭寇侵扰我国的沿海地区，这笔血债还不清的，更不要说二战的时候，应该说从甲午之战一直到1945年，这个可以说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日本对于中国的欺凌、屠杀、铁蹄魔掌，我们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的。但是我们中国人民不会忘记，不是说我一定要来个东京大屠杀、京都大屠杀，把京都弄成一片废墟，我们不会这样做。但是我们要做的是，要让日本的人民永远记住你们祖先犯过的滔天罪行，要让你们的人民在面对中国的时候抬不起头来。因为日本非常讲究耻辱的耻。其实儒家文化涵盖的地区以前台湾的中央研究院做过一个田野调查，就是关于耻感文化的调查，就是在儒家文化的地区，包括韩国、包括大陆、包括台湾、越南甚至于泰国、日本这些地方都曾经受过儒家文化的教育那所以这些国家的人，他们都有一种耻感，就觉得用台湾话来讲，拍谁啦？我做了一件对不起你的事，我会说拍谁？什么叫做拍谁？不好意思啦，失礼啦，我有歉疚啦。但是你看，我第一次到日本应该是90年代初期的时候，我第一次到日本去旅游，我跟我同行的人讲，你看日本怎么满街都是鞠躬啊？这一路上都是，阿里阿多什么什么就90度，就90度鞠躬。同行的一个对日本比较熟悉的人，他说：“王兄，我跟你讲虚伪啦，日本的那个礼貌其实是叫做什么？有礼无体呀。就是他是表面那个礼貌，可是内心他可能在骂你说哇什么叉叉蛋什么之类的他可能心里面在骂你叉叉蛋，可是他跟你鞠躬。日本是这样的一个民族，所以日本我刚刚也说，它是一个自虐的民族。你看很多的电影，日本以前我小时候就看日本的电影从黑白电影，我就看到很多的日本电影是
充满了自虐情节啊，然后也充满了虐待狂的情节啊，对自己的老婆、对自己的女朋友那种极尽羞辱、虐待、凌虐之能事啊。这日本啊，日本的菊花以剑这样的一个民族，你如果深入去了解它的话，真的是非常奇怪的一个民族。它虽然还好，它有受到儒家文化的洗礼，它在唐宋的时候大量的输入中国的文化，否则的话，这个民族真的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啊！所以这个我是觉得中国对世界还是有很大的贡献啊！所以现在包括西方、包括美国对于中国的遏制哈，我觉得不可思议。这些国家要对中国遏制，就是因为怕正人君子起来。为什么呢？当正人君子起来的时候，这些宵小之辈就无所遁逃于天地之间。大家想想看，如果中国是世界警察的时候，美国敢乱说乱动吗？美国乱说乱动，我们就拍一部纪录片，拍他屠杀印第安人的血泪史，拍给美国看，啊，让美国的小朋友看一看你们的祖先是怎么样侵害、严重挞伐人权。你们的祖先其实跟希特勒是一路人呢，对不对？